俄罗斯之前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再听到说哪一个国家提供他任何的防空飞弹，例如说爱国者啊，或者是任何的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因为现在俄罗斯之前啊，俄罗斯用他的无人机去袭扰了罗马尼亚，跟袭扰了波兰，然后用他的米格31切进这个爱沙尼亚的领空。欧盟每一个国家人人自危啊。俄罗斯它祭出它的无人机大军哦，这个还压垮了乌军的最前面的防线。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尤其现在陷入最大困境的就是红军城失守正式的进入倒数了。比较奇怪的事情就在此刻，川普竟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豁免匈牙利，说你可以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川普即将为接下来的下一场双普会来递出橄榄枝呢？对于整体的俄乌战情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俄乌战场的战场正在快速的倾斜，乌军的防线全面告急。CNN 这样形容，他说现在可以说是乌克兰最黑暗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此刻的俄罗斯，来自于 CNN 的报道，正在发动夜间无人机再加上飞弹的疯狂袭击，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现在几乎是陷入在全面瘫痪里面了。乌军也做了一个统计，在他的东线战场上他的无人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数量已经是乌军的10倍以上了，而且他们这个抬头一看空中都是见证者无人机占据，从顿内茨克一直到哈尔科夫、基辅，天天都可以看到爆炸声跟火光，电力设施也都被无人机海炸成了废墟。而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来自于哪里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透过这种廉价的量产方式啊，使得无人机海战略是相当的成功的。尤其在他们的工厂可以看到，他们已经采用的是模组化的生产线。大概多少钱呢？其实造价也是成本非常的低的，一架见证者无人机造价大概是2万美元，但是如果说乌军你今天想要把这样的无人机打下来，你得花1枚300万美元的防空飞弹，所以可以看到乌军它采用低成本换来的是高杀伤力，而大概月产能呢，无人机可以达到6000架，包括了见证者131，还有这个136跟238等等。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俄罗斯靠无人机海战术颠覆了整体的战争的规则，月产能6000架到底靠的是什么？接下来乌克兰怎么办？的确，无人机在战场上出现是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最重要的巨马。它的出现真的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对于战场上的认知。对于俄罗斯来运用的话，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无人机的产量远比乌克兰大太多了。虽然他们的零组件都来自中国，但是工厂的产量毕竟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无人机被打下来以后要补充的话，俄罗斯补充没有问题，乌克兰补充就很有问题。那第二个啦，俄罗斯的无人机除了以量取胜以外，精准度也高于这个乌克兰的精准度，所以俄罗斯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关键设施，比如发电厂啦、输电设备啦、这个所谓的瓦斯槽啊，然后这个汽油储存槽啊等等，弹药库啦的精准度几乎是相当的高。那你要防空系统又被瘫痪，因为你动不动你要拦截它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它无人机的成本啦，所以它根本不怕你拦截，它就像盗货一样，盗一大堆让你打，消耗到你的防空力量。所以乌克兰在这边已经是疲惫了，已经无能所作为了哈。再加上在城镇作战上，俄罗斯发展了一套立体战术，这个也没看过了。我们传统上的早年的城市作战是瓦格纳跑进去这样做特务作战，死伤很重。现在红军城打仗，俄罗斯人根本没有什么死伤。他第一个就派无人机进去侦察，而且侦察的那种精准度非常的高，看这个乌克兰军队的火力点在哪里，人藏身在哪里。然后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官指挥啊，他的自己的无人机啊就会自己去调动什么，传给后方。他觉得这个打榴弹炮，然后打榴弹炮；这个要打火箭就打火箭，然后这个打导弹就打导弹，然后这个用滑翔炸弹，它几乎就是一个同时间的，你根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这个就是什么新型的作战方式？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听到消息，我赶快跟我的长官
我们这个小舰长报告，现在在哪里有个火力点，我们该怎么去把它清除？然后他就报告上级，那7、8告报对上面说好，我们导弹打，人家都跑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是无人机直接定位，那直接用电讯传过去，那确认是没有错，马上就开，这自动连线就打过去了。所以这个城镇作战已经改变了，而且这个无人机的重点是中高空也可以，中低空也可以，低空也可以作战，甚至还可以打到坑道里面去。是好，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新型的一个作战形态，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海作战，那整体影响的包括了在红军城，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恐怕陷入到非常严重的困境。有人说这个已经是最后的倒数计时了，在红军城的部分哦，包括了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来自于乌方的情报说呢，俄军在顿内此刻目前已经集结了17万的兵力，那么兵力比例是高达8:1，包括了可以看到当地哦每天都是炮声连天。但是呢，现在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分析也警告说，乌克兰必须要立刻的做决定，到底他在红军城这边是要硬撑下去还是撤退呢？因为撤退的这个拖的时间越久，就会越危险。他甚至说，恐怕重演包括了2023年的这个巴赫姆特悲剧，甚至是2024年的阿夫迪夫卡的崩盘。那么，包括了红军城，它是乌东很重要的交通枢纽，失守的话，乌军整条的补给线就会陷入在全面崩溃，也代表俄罗斯恐怕重启在东线的一个总攻击。舰长怎么看红军城的部分？我本来不想拿红军城的地图，因为红军城几乎95%已经陷落了。那如果说现在拿出来的这个地图的话呢，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刚刚讲到说，要乌克兰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撤退，因为这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他们的这一个前行攻势要封口了。一封口，你留在这里面的部队，对不起，这个是155机械化师，你都逃不出来，全部歼灭在里面。因为如果让你们这些人逃出来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我还要养你啊，那我直接把你歼灭在那里，你还没有办法去支援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乌克兰现在的战术啊。那而且呢？对不起，俄罗斯现在的战术，而且俄罗斯之前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再听到说哪一个国家提供他任何的防空飞弹，例如说爱国者啊，或者是任何的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因为现在俄罗斯之前啊，俄罗斯用他的无人机去袭扰了罗马尼亚，跟袭扰了波兰，然后用他的米格31切进这个爱沙尼亚的领空。现在那个欧盟每一个国家，人人自危啊，是没有人会提供任何的防空飞弹，这个也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呢，就是俄罗斯直接加大了使用这个无人机的力度，而且大家认为你无人机嘛，你大概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不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它的无人机，也就是见证者136，它可以飞650公里，它大概就是这个样的范围啊。那如果说是我们讲到说见证者238的话，它的距离、它的范围几乎所有的北约统统涵盖在内。而且这里面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也就是它各种载台都可以发射。大家以为它一定要固定吗？它反而不固定啊。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样的载台啊？这个是美国的皮卡 RAM， 那它直接放在上面，而且它不用停下来，行驶中它就发射了。那而且因为行驶中发射，给了它的一个更多的浮力，让它能够更快的、更短的距离就能够起飞。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俄罗斯它的战术的成功。那当然啦，有人讲说没有防空飞弹，刺针啊，刺针拿出来用就对了。对，糟糕的就是刺针。我们刚刚讲这一些，这个见证者啊，它的价格造价就是2万美元嘛。我们来看看刺针有多贵啊。刺针如果以2020年的报价，1枚要11万美元。那也就是说，它以下士来换你的上士啊。那
问题是美国又有多少的刺针呢？那美国要不要为自己留一留呢？那而且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一个有关于这一些北约国家，他们大家也想抢啊。那也就是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成现在没有人要支援乌克兰，乌克兰只能坐以待毙。好，现在包括了整个乌克兰哦，这个欧洲国家人人自危，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的态度也是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向。我们等一下要来看说，是不是川普认为说他想要为下一次的这个双普会来铺路了？等一下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之所以会这样分析，是因为白宫这时候释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川普在会晤匈牙利总理奥班之后，他竟然宣布了要豁免匈牙利可以使用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达到1年。那么俄罗斯接下来除了可以买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跟石油之外，还可以跟俄国的能源公司合作，这让乌克兰跟欧洲国家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的。川普还放话，我很有可能再次会晤普丁，代表双普会可能重启了吗？杨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他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讯号？这个时候，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为什么会到白宫去，还跟川普2个人一起吃了午餐？我个人觉得奥班是来传话的，这代表着普丁告知美国总统川普，川普会要进了。之前我答应你的，不好意思，拖了一下，因为红军城还没有打下来。红军城如果被打下来，陷落了，他就可以有17万到18万的军队转移到其他就是顿涅茨克的这些交战点，那整个顿涅茨克现在可能就会被俄罗斯很快的取得，如果不是月底年底，应该就是明年初。那所以呢，奥班这个时候来就是告诉川普，也就是当初其实在10月15号他们在阿拉斯加会面的和平协议然后说要接下来双普会在布达佩斯举行，那甚至呢3面会谈或者是多边会谈，那时候都记不记得还讨论到，谁要来驻军乌克兰保护？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的乌克兰，所以问题都不是在这些问题上，这是不是加入北约啊，是不是中立化啊，这其实都可以讨论。问题就是在普丁认为他在地面战争要取得关键性的胜利，那就是红军城。红军城一旦取得，因为红军城已经包围多久？21个月了。他现在里面60平方公里只剩下2万乌军。外面一圈包围的是17万、18万的俄罗斯军队，而那个口大概只剩下2公里了，而且布满了地雷，对，大概这个所谓的后援也进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出去也困难。所以当他觉得说这是一个时间点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呢，因此他就告诉川普，这个时候你那个线你那个划界应该就很清楚，我就是要顿巴斯。也就是卢甘斯克加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老早就被俄罗斯全部的占领，顿涅茨克就是卡在这几个站点上。那尤其是红军城，那过去因为泽伦斯基这边就是不愿意退让，他觉得其实我还是在守住这些地方。那现在呢，取得了这个可能的胜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俄乌战场，现在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比较升级性的一个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战场现在变成了美俄它的飞弹对决的一个试验场。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首度证实的，俄军现在动用的这个飞弹是9N729飞弹，是当时被这个中程核飞弹条约明令得禁止的这个飞弹，现在竟然用它来攻击乌克兰算是俄军首度的动用了。那么它的射程，根据了解，最大射程是2500公里，而且它是可以搭载核弹头跟传统弹头的。过去刚刚说了，是被美俄列为是中程核飞弹条约里面禁用的一款飞弹。为什么他要把它拿出来呢？这一回，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那么它是来自于这个外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俄罗斯的外长说，这是普丁对美国总统川普终结战争外交努力的一种蔑视，才会射出这样子的一个飞弹。CNN 也来报道了，他是说除了
普丁有动作之外，我们来看到川普也有动作了。五角大厦已经同意向乌克兰会来提供美制的战斧的巡弋飞弹计划。那么川普做回应说没有考虑批准，但是呢很难说，或许我未来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飞弹做使用，委员怎么解读？乌克兰会不会成为美俄飞弹对撞的核火线最前线？已经是如此了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9M729是可以载核导弹跟常规弹药的这一款巡弋飞弹的，它基本上有个外号叫螺丝起子，screwdriver 哈，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它由伊斯坦克格尔那个导弹系统就可以发射了，它是一个陆基发射的。那过去美国这个俄罗斯签的中程核飞弹条约是限制什么？在500公里以上，在5500公里范围里面都称作中程飞弹。那任何可以装载中程飞弹的这些武器通通要销毁。那俄罗斯销毁的比较多，销毁了几千枚，那美国只有销毁了几百枚。那这是1987年达成的协议，大家都遵守。可是后来美国的这个战斧导弹为什么没有在这限制范围里面？因为美国的战斧导弹是空机跟海基的，它当时只规定陆基的受限制，空机跟海基的不受限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装模作样啊。那到了普丁这个上台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公平，所以他们就开始恢复中程核导弹。因为开始美国人都船开到人家门口去，然后用战斧导弹打你，说我这个不受限制哦，因为我是海基的。这个叫掩耳盗铃嘛那所以俄罗斯它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海军的舰队，所以它就开始发展这一类的中程核飞弹。那这一次在乌克兰上面就把这个9M729拿出来。其实最早要限制的，美国想限制的就是 9M729，这个叫螺丝起子导弹。那听说精准度比战斧导弹不晓得高多少。那我们就看看乌克兰面临现在处境几乎他们想打的地方没有打不中的这是乌克兰目前比较头痛的地方那你要把它解释成所谓普丁对于川普终结俄乌战争的努力的蔑视也可以啦，因为普丁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就叫乌克兰依他的条件来投降而已嘛。那你这个川普你给他什么？他说我打这么久了，你能给我什么？那再加上这个。红军城只要陷落，应该差不多了。如果只要陷落，那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剩下已经不是重点了。所以他用这个俄罗斯式的战斧导弹怎么打？他说只要他成本划得算，他就会怎么打。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俄的飞弹现在在乌克兰境内不断的互轰。那另外一方面，战场的第一线，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红军城，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的不利简直可以说是陷落了。我们来看到，现在乌军的部队仍然是在东部的重镇这个红军城这边展开一个全面行动，要反击这些入侵的部队。那么俄罗斯的说法，他说早就已经用前行的攻势完成了对于红军城的包围。美国智库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俄军突袭部队正在寻求绕过乌克兰在红军城的据点路线，渗透到乌方的这个防线的后方。简单来说呢，现在战争研究所的一个披露，意思就是说，俄军派出他们的炮灰部队做前锋来吸引乌克兰的无人机跟炮火。那么吸引到之后呢，他们再用自己的主力部队去锁定坐标，来做一个比较精准针对于乌克兰的轰炸。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吕舰长？我们刚刚讲到这个9M729的那个飞弹其实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是左边的这一枚，右边这一枚呢，就是刚刚郑源老师所讲的伊斯坦格尔的这个飞弹，它是可以用同一个运输载具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它有趣了，它公布他们这两款飞弹其实都是同一个载具发射，他公布的射程呢，480公里，490公里，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射程。是这样的真正的，如果按照这个智库的研判的话，它的是2500公里。250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几乎所有北约的成员国通通在内。
那当然有很多的说法，说为什么会使用这一种飞弹？那大家有人说，哎呀，这个俄罗斯的飞弹要用尽了，错。其实它真正的原因，也就是展现它的核武实力。因为这个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讲法，也就是核弹头跟常规弹头都能使用。它现在用的是常规弹头。但是我这样子慢慢的飞啊，我就是让你们看清楚，这个未来可以携带核弹头，你们再说用这一个战斧试试看。战斧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忘了吗？战斧就是提风飞弹，提风飞弹在今年的这一个互生匕首的这个军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澳洲发射过一次，它就是从陆地上发射的，所以美国早就没有在搞这个中导协议的那个约制了。那至于红军城的部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在讲，小舰长，你讲红军城已经讲了1年多了，对，因为很难打。那这一次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前行攻势，就是这个位置，其实红军城在这个位置，然后其实这个两边前行之后呢，直接封锁了他的那个未来他的一个乌克兰部队它可以撤出的路线，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啊。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打法，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义务海军陆战旅直接切穿。它为什么要这样切穿？因为它这样切穿之后，让这个红军城这一片通通都是红军城，让红军城的乌军直接切割成2个部分，那这个比较浅红色的都是10月他才刚占领的。我们不要忘了前行有另外一边啊，它这里就是要跟上面呼应，然后直接的汇合之后，然后这下面的就直接的被那个前行包围在里面。这就是俄罗斯从我们之前讲到的库斯克一直打到现在红军城，他一直使用这个路线，而且这里面最糟糕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北边，也就是罗金西克的部分，那南边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谢利多沃这个部分，它有一条公路，这个公路其实现在通通都在俄罗斯的手上。那在俄罗斯的手上是什么状况？它可以不断的那个军援它的最前线的部队，但是相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后继无力。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个红军城大概也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大概就已经被扫平。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当年乌克兰为了因应俄罗斯的可能威胁建立的堡垒城市的最后一个。这回川普变脸了，他改挺普丁。白宫在这边跟泽伦斯基做会谈，竟然是火爆失控哦！川普不断的骂脏话。等一下来关心说，泽伦斯基跟他要了战斧巡弋飞弹，突然间被遭到拒绝了，并且川普逼他要吞下这个顿巴斯给俄罗斯。乌克兰的防线是否已经全部裂开了？开出了致命的缺口呢？今天会来一次的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10月17号这一天，2度的川普跟泽伦斯基又再次的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地点就在白宫会面的时候，原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泽伦斯基开口跟川普争取要拿到巡弋飞弹，遭到拒绝。结果川普是反过来要泽伦斯基说：“你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终战条件吧，并且不断的爆出口要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给俄罗斯，甚至是采取普丁的论点哦。川普说，俄军进攻是场特别行动，而不可以叫他做战争。这一点是让这个泽伦斯基非常的愤怒哦。但是问题是，川普日前才对俄罗斯摆出一个强硬的态度，说要可能会提供战斧飞弹给乌克兰。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180度大转弯？大家在看说，会不会普丁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提供给川普，让他转向了呢？委员怎么解读？其实不能完全怪川普转向。你想想看，几年前，哇，好多国家的国会都邀请泽伦斯基演讲啊，还起立鼓掌啊，英雄式的欢迎。现在还有吗？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集会，一定要找泽伦斯基来视讯演讲或者到场演讲，那个热烈情况大家还记得吗？那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害怕。就是说来就是要钱，来就要武器，然后你又打不赢，
打不赢要造成乌克兰死伤，甚至于那个米尔斯海默教授都还公开讲 Ukraine finished， 什么意思？乌克兰结束了。那你现在还在扯说，哎，你能够打多久？不过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跟他的争执，川普的立场就是说，既然打不赢啊，就结束吧，停战，还有一个生活的空间。那泽伦斯基他觉得，我寸土不让啊，我是乌克兰英雄，我们继续打下去。那那个川普当然很生气，你有什么本钱打下去啊？你跟我要战斧会弹，你就打得出来吗？当然，这是我的设计对白啊。本来这个川普还吹牛说，哎呀，我跟普丁讲啊。你难道不停战，要我送几千颗这个战斧导弹给乌克兰吗？以下是我设计对白，我说搞不好这个普丁就轻轻松松讲说，哦，你送几千颗战斧导弹去给乌克兰，我会送10几颗核导弹给乌克兰，看谁输谁赢。我看了这一场战争根本没得打了嘛。我从第一天我就说这个乱打一通，那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那你现在他跟他要战斧导弹，跟他要援助。连川普的立场说，战斧导弹要拿钱来买，谁买？欧盟买，北约买，我美国反正我不买，随你便哈。那泽连斯基说欧盟要给钱，你要给我，然后泽连斯基说，川普说你也打不赢，你干脆停战，停战条件就照普丁的要求吧，因为普丁现在已经打过了那个打超出去原来的那个扎波罗热的很多地块了嘛。那扎波罗热是横跨了第聂伯河嘛，那你打过去了，那说好那一片。就还给你乌克兰，以这个第聂伯河为界。对，那为界的话，你就要退出去嘛，你那个顿涅茨克、顿巴斯就要退出去嘛。对，其实这个也是未来会形成的局面，已经没办法改变了。现在只是要不要打而已哈。那这个当然有人讲说，顿巴斯对乌克兰都重要，一定要防守，算了，拜拜了，已经不可能了哈。那这个什么去炒那个所谓特别行动或者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分清楚点还有什么意义吗？你如果说战争是讲全面战争，也没有错。目前这个普丁并没有要占领整个乌克兰的计划，所以他不算是全面战争。那轰炸的也差不多啦，哦，那你所谓特别军事行动，那是普丁的说法嘛。但是我知道普丁很成功的哈，去一通电话就把川普摆平。哎呀，我们在那个白令海峡盖一个川普普丁隧道啊，你看听了多舒服啊，对，可以名垂万年，然后。这个反正你也打不赢了，我们就此收手吧。那川普当然会希望川普没有笨到去打一个不会赢的战争嘛，不像那个拜登以前的国防部长说，我们打了战争以后，这个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大乱，那普丁就会下台。不是啊，俄罗斯越打越强啊，那你欧洲越打越弱啊，那美国根本就是想要逃之夭夭。美国而且是川普的心情，那是拜登的事，不干我的事啊，这也没错啦哈。美国在拜登这个决定支持乌克兰打仗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错特错，但是问题泽连斯基你自己是个小笨蛋啊，你自己把头凑上去干什么？好，有关于这一场中战有没有办法形成这个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就是说要让乌克兰割让顿巴斯。那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会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不过我们先来看到现在呢，川普持续的在撕破脸之下，他会不会就此切断所有对于乌克兰的援助？那美欧原本讲好的同盟关系，现在怎么办呢？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美国、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都已经差不多见底了。那同时也已经造成他们自己本身社会经济，尤其是欧洲能源价格的高涨，那大家都在赔得下去。那接下来以这个战争的目前的情况，如果恶化的话，说不定会对欧洲国家的安全甚至都造成威胁。因此，美国要思考的不只是说，他可能适可而止，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那同时，乌克兰再打下去，是不是会失去更多的土地，死亡更多的人，那就更难解决收拾。那同时也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稳定，美国因此跟欧洲的这种连结关系就会受到挑战。所以是多层面，不要只是看川普，他好像跟泽伦斯基在吵架，他吵架的背后有很多的战略的意涵，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真的分析深刻之后呢，他被告知说这个战争要结束。怎么结束呢？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现在已经某种程度的是在帮忙划界了，甚至要泽伦斯基接受了。
因为泽连斯基就是拖嘛，因为拖的本身代表了他的权力、他的地位，那甚至他真的认为战争还有胜利的一刻呢？那就像蔡委员所讲的，这个战争开打的时候就知道，这种代理战争，你跟强国、核武大国去打，怎么可能会赢呢？那就算是在冷战时期的阿富汗，那也是因为整个苏联所设定的目标不一样嘛。那阿富汗也是这个到现在为止都是整个受创，因此现在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就停止军援，然后呢撤出援助，甚至呢这个撒手不管。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我觉得乌克兰必须要自己要做最坏的准备。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甚至是直接跟普丁去，搞不好不止做那个隧道啊，因为可以留下来他的名字，他很想做那个隧道啊，白令海峡的。他甚至可能会就是放宽制裁了。也就是说这个战争既然我不理，不只是不理。因为我邀他划界，他不接受，那我就不理，我就恢复的正常。为什么？我这样还可以联俄制中啊。他又有个大战略出来了。那这个大战略出来的时候，这个说法、这个说辞美国的国内媒体这些政治精英，就马上能够转弯接受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战争就打不下去了。泽连斯基跟乌克兰人真的要有所体会。好，那接下来乌克兰恐怕要做好准备了。这个终战的结果，可能结局最后还是朝向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俄罗斯提出的方向说要终战，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就是乌克兰要放弃割让这个顿涅茨克州，就是割让顿巴斯这个地区，对于接下来乌克兰的影响，等一下我们来看。那普丁他也表达了说，好，作为交换，那我们则是会让出部分的扎波罗热州跟赫尔松地区。那现在来自于美国智库说呢，为什么乌克兰迟迟都不愿意把这个顿巴斯还有这个顿涅茨克州给交出去的原因，就是它是乌克兰很重要的这个工业重心之外，它也是防线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地区。如果说真的拱手让给俄罗斯的话，他们担心是接下来俄罗斯恐怕会掌握住整个东部的战略跳板，下一步直接进逼到的地方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了。吕舰长怎么看？对于乌克兰来说会是致命打击吗？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关于红军城的这一个战况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呢？因为其实红军城的下面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矿坑，那它其实它的补给以及人员平常都是在以矿坑作为它的一个依托啊。那这个状况已经在乌克兰不是第一次了。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有关于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这两个地方，就是要做顿巴斯。那顿巴斯这个本身也就是矿产最为丰富的地方，然后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矿坑的地方，都是在都是这个原因啊。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现在如果把这一个乌东整个都拱手交给了俄罗斯的话，其实对于乌克兰的下一个世代来讲，即使是仗打完了，其实一无所有。不但人口锐减，那甚至连生财的工具都没有了，最后只剩的就是耕种大批的这种小麦而已。那这个是对于乌克兰来讲是其实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那有关于刚刚提到有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战斧巡弋飞弹的部分，如果说它起飞的地点，它部署的地点在基辅的话，其实整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西部的这部分，其实也就是在欧洲这个部分，通通包含在内，包含了首都莫斯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普丁这么在意的部分啊。不过美国他有别的打算啊。那他之前呢讲大话嘛，也就是说要提供部分的战斧巡弋飞弹给这个乌克兰，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说他要使用新的载台，那我请问旧的载台为什么不用呢？这个也就是川普又在卖军火。那有没有旧的载台？有啊，之前不是一直在讲提风吗？提风不是也就是战斧加上标准6型吗？他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泽伦斯基先取得了这个战斧，接下来他就会说我要标准6型。那这个都是
对于普丁来讲，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也就是当他有这些装备的时候，他不断的可以打到陆地上俄罗斯的目标，而且现在俄罗斯进行的有关于这个极音速的飞弹也可能可以拦截。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种新型的这种载具啊，这个其实是奥什科盛防务公司，但是旧的为什么不用呢？这是我最大的疑问。那也就是在卖军火，在赚大钱。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一场俄乌战事，现在是有一个今天的内幕了。今天要来关心就是俄罗斯的情报局，他这边特别指出，英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密谋一场叫做类似当时的委内瑞拉的这个假旗行动哦，指控美国的这一场假旗行动怎么一回事呢？在俄罗斯的内部有一个情资显示，现在伦敦准备要组织一支这个假冒的俄国小队，对这个欧洲的港口跟民用的船只来发动恐怖攻击，而且最恶毒的是，在这一场恐怖攻击发动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来揭发这个现场的状况。那英方是计划说要公开揭发这支部队，并且宣告这些人都是听命于俄罗斯的。除了要陷害俄罗斯之外，英国还准备呢，在这个揭发的现场要摆出中国制的水下设备。意思是什么呢？在揭发现场不只是揭发俄罗斯，他说还要揭发中国有暗助俄国，挑起中西方的全面冲突。那大家就说，这样的剧本怎么很像委内瑞拉先前指控美国的这一场假旗行动，现在直接用在俄乌战场了吗？厉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要看欧洲这几个国家各怀鬼胎我们昨天都看到这个波兰还有北欧三小国来讲的话，大力的抨击德国的前首相梅克尔夫人说他这个梅克尔因为讲了说是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有波兰必须要负责任。其实这三个国家在他立场很简单嘛，就是你乌克兰先打嘛，你在前面当盾牌，我在后面才会比较安全嘛。如果说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他自己变成站在第一线，他当然要把乌克兰拉进来嘛。那德国跟法国又抱着另外一种想法，德国来讲的话，希望用到俄罗斯的天然气可以比较便宜，那法国在中间是不置可否那后面最坏的是煽风点火的国家，因为隔个英吉利海峡，这个英国他认为战火不会烧到他身上，所以他不断的在用拱火烧火。那这次来讲，我觉得英国制造这种假旗行动，就是希望这把火越烧越大。目前看起来不管是这个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大家都希望往和平方向走。那和平如果一旦真的停战的话，谁最有利？就是这个谁最不利？我觉得英国最不利，他想要拖垮俄罗斯的阴谋就没办法得逞嘛，所以他希望在看他有可能有机会和谈的状况下，他继续要煽风点火，让这火继续越烧越大。然后，但是他不只是要栽赃中俄我觉得他是要把美国拉进来。那很明显就是现在就是美国如果拉进来的话，当然对欧洲来讲的话，安全上面更有保障但是我相信川普也不是傻子，大概也看得出来，所以他也不会被拉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俄乌战争可以看出来，欧洲各国自己在各怀鬼胎，而不是有一致的对抗俄罗斯的观念一致的想法。我觉得是各怀鬼胎。那英国这次很明显的是一次假行动，他目的其实不是要栽赃中俄，他是要把美国拉进来。好，所以英国拉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跟中国进来，还希望把美国一起拉进来。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行动？就是上一次北溪2号被炸，不也就是刚开始有这样子的做法吗？想要把栽赃给就是俄罗斯。这一次英国如果说被这个揭发的是一种假旗挑衅行动的话，那我觉得不只是可能会把美国拉进来那最重要的是他这种耍小聪明，然后呢，结果造成整个区域更加紧张，说不定真的会发生区域的大战也不一定啊。因为你这样子的一种情报行动很容易就被揭穿，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这种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那将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飞弹的攻击？那情势一定会升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国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让战争扩大，否则的话，俄乌战争将来变成整个欧洲的战争，大概都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谢谢杨老师。那大使怎么看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最近欧洲发生的一些事情跟这个假旗行动就有一点点相似
所以俄罗斯才会这个发布这个消息。我说相似，就大概2个礼拜前，波兰突然说有19架这个无人机啊，进入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了这个波兰境内，那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气愤，反应非常的强烈。那当然，俄罗斯他们后来就是说没有多久，他们就出来说明，他说不是他们的无人机，而且呢，他认为是从乌克兰境内飞过去的，不是他的无人机。那他提出个建议说，那这样我们成立联合调查小组来调查一下这个飞机到底是谁的，这个无人机到底是谁？就乌克兰方面就没有声音了，这个波兰方面就没有下文了，这件事情就没有声音，没有后续了。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波兰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跟这个北约的盟国签了一个协定，让北约像法国啊，像这个丹麦啊，他们的部队可以直接进入到波兰境内。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去怀疑是不是波兰政府要想让欧洲其他国家的部队进驻到波兰，那么制造一些事件，表示这个情势很危急，让波兰内部比较强烈民族主义，不愿意有任何外军进驻波兰的这些声音把它压下去。那所以就变成制造了这一个，如果属实的话，如果确实是不是俄罗斯的飞机的无人机的话，那也就是一种某种形式的假旗行动嘛。对。不过这个英国这个假旗行动的话，看起来那是更是这个怎么讲呢？它的目标更多，它的除了要俄罗斯负责之外，他要把中国大陆也要扯进来。那不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这些人被抓到了，或者这种情况因为他要去攻击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的港口或民用船只的话，那这些国家他不会知道的。那你去攻击的时候，这些可能就会造成这些假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勤部队那被抓住。那如果消息泄露的话，那就对英国来讲的话，他的阴谋就曝光了。所以在执行上也不是这么容易啦。不过这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在战争的时候尔虞我诈的这种事情真的是会发生的，不是只有小说在讲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乌战争持续当中，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英国可能制造这个假旗行动之外，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灰色战争也正在的发生当中。那同样也是欧盟说的，他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不明的无人机接连闯入在欧洲的领空，构成了这个叫做混合战的一个威胁，目的就是要动摇欧洲社会削弱援乌的决心。所以他甚至呢已经准备授权警方可以直接击落他们说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俄军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欧洲的说法也开始试探边缘的测试，米格31是直接侵入到爱沙尼亚的领空。那南方周末是这样子分析的，他认为这是俄罗斯经过有一个比较精密设计的战略威慑行动，目的就是要去挑战的是波罗的海3国，因为这个是俄军挑中的软肋因为这些国家的空军很薄弱，那长期都是靠着北约在做支持的。俄军想要就由这样子的测试，看看你北约会不会有所反应呢？会不会反应的速度又有多快呢？那还有你的盟友到底有多牢固等等，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俄罗斯他考量的3个，第一个就是对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不管是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还有拉脱维亚也好，做一个战略的施压。战略的施压也兼对了这个对他们对乌克兰支持的战略牵制，把你牵制住，不要太充分的去支持乌克兰。最后面呢，我认为是一个战略警告，就是大家所强调的军事威慑，是这个样。他现在派了这个3架的米格31 3架飞到我们想说的爱沙尼亚的这个它的小岛的上空通过，那这小岛上空也是领空啊，就这样，就是警告意味，你们这个3个小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本来在1990年是俄罗斯，那时候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它是加盟共和国，后来出去了，出去之后在2005年加入欧盟，又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变成北约东扩。本来那时候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现在结果你跟俄罗斯搞敌对了，跟我开始叫板了。你这个3个小国家小朋友要听话。我们随便讲一个那个立陶宛63000平方公里，但是问题是它只有280万人口啊，就跟俄罗斯这样叫板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战略施压、战略牵制。那将无人机过去、米格机过去之后呢，哎呦，我们这边好像也没那么平静哦，专心搞你们国防吧。对乌克兰这方面的支持就降低了，武器装备也不能多给乌克兰，我们这边也蛮需要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在乌克兰战场，俄罗斯所面对乌克兰这方面的压力就小了，那俄罗斯就可以大举的向其进攻，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俄罗斯它有这个战略的棋局的盘算，这个波罗的海三角国也乖了一点，因为他要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国防，做自己的备战了。那乌克兰在这边受到的西方国家对他的应援也有限了。为什么？你们当初都很挺我，没有，我们不能太挺你，太挺你的话，我们面对俄罗斯压力就很大。对，是只有具有这一方面的，因为这是战略威慑的一部分。那俄罗斯在这方面，他不可以没有这些动作。如果没有这些动作的话，那这个波罗的海三角国也包括了我们讲到的北欧三角国，通通过来，都能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哦。所以我们知道，俄罗斯这个棋局，它是经过精心的算计来做这方面的行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无人机做一个我们叫的这个叫做一个袭扰乱而已另外会有战机通过，那也是做一个牵制。那这样的话，对那俄罗斯看它是个地缘战略，尤其是乌克兰战场上，它有这方面的布局。俄罗斯又有新的帮手的国家来帮助他了。在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场上面彻底的做了一个翻盘。这是来自于美国情报的惊爆，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古巴派兵来帮助俄罗斯，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除了有北韩的炮弹到古巴的佣兵之外，接下来看到俄罗斯的外援会瞬间的扩张，战场接下来包括了会有出现的就是俄朝古三方的一个俄军联军一起来对抗乌克兰了。前线同样是很惊悚的，这个时候乌军开始针对趁着普丁去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无人机的斩首行动。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敢做这样子的一个斩首呢？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得手，但是俄军针对了这场斩首又在回复乌军做了一个报复性的狂轰，这个是外媒直呼是入侵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个空袭行动，一共是出动了700架自杀无人机、50枚巡弋飞弹、2枚极音速飞弹齐发，横扫了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俄军趁这一次还精准的轰炸了来自于乌克兰的火车站，还有能源系统，要在战场上面做一个全面性的打击。现在有俄朝古联军，是不是也代表普丁现在要做的是绝地翻身？俄乌是否全面失控？再来就是乌克兰怎么有这么样子大的信心可以做这个斩首行动？他掌握到了重要的俄国领导人的情报吗？大使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个规模空前，第二是打击的目标有一点改变，因为大家会比较这个吃惊，就是打了火车站。那火车站是算是一个公共交通的据点，所以这次火车站攻击死伤大概30几人，算是非常的惨重，而且很多都是平民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对普丁的斩首行动一次报复？那当然除此之外，很多它的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前一阵子它研发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中程的巡弋飞弹的这个整个工厂也被掀掉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定点打击，规模越来越大。那当然就是说，乌克兰这一次要斩首普丁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因为乌克兰要斩首普丁成功的几率远低于普丁要斩首这泽伦斯基的这个几率。所以如果说战争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我比较担心的是乌克兰的这边几个政治头头军事头头他们自己的安危好，那尚志哥呢？我想乌克兰打仗这一场已经打3年多了如果真的打到明年2月就4年了，很惊人。所以战争一定是这样子，它当然打到一个阶段会有疲态，可是一个阶段就会又杀红了眼。我觉得就是从刚刚大使讲的，如果现在要去暗杀普丁，变成乌克兰的一个整个作战战略之一的话，这个部分所挑动的东西就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报复行动了，而且最近确实俄罗斯看起来整个大战略有调整。我们刚刚提到了古巴部分的军队也加入，除此之外，最近他攻击的对象特别也是无人机攻击的部分，包括在北基辅，包括在西乌克兰这里，也包括攻击了美国在方面那边投资的工厂
所以也包括那里头一些组装军事的工厂。那军事工厂不见得是乌克兰，是其他包括欧盟投资的军事工厂。也就是现在整个俄罗斯攻击也不只是集中在东部战区这里而已了，各方面的当中全面性的打击，而且会触及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也是俄罗斯的动作。所以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杀红眼。杀得越来越琐碎，那么对于平民的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了。好，同一个问题再请教干哥。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到是乌克兰它原本很重要的盟友，现在也在倒戈哦。等一下我们会来关注。先请教干哥同样的问题。好，那你看哈，普丁这次差点在黑海的城市叫利索索契这个城市，他在举行这个论坛的时候，怎么突然无人机打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说，哇，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开始准确起来了，是不是可能要斩首呢？不是，如果要斩首的话，一定需要 CIA 的同意，不是川普的同意这么简单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标跟数据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斩首行动。这就是所谓对于外界斩首的猜测的疑虑。其实说一句实在话，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而且一定不会被美国同意。好，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普丁也算是在索契那边，算有一些逃过一劫了。可是你要知道说，双方都以无人机互轰啊，光是这几天，俄罗斯就派出了700架无人机啊，也发射了包括匕首飞弹，也就是高超音速飞弹，还有伊斯坎德战术导弹。像这些飞弹，你发射了50多枚。我讲句实在话，那都是对于平民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它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上夺得真正的主动以及决定性的优势。你还是要用真正的 troops， 真正的部队跟军人去进行进攻，你才能够拿下阵地。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是，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军队有讲，他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扎波罗热还有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土地，我们主动撤出，如俄罗斯的请求主动撤出的话，那可能我们会丧失更多土地啊。所以我们必须得到保证啊。问题是俄罗斯永远不会给你任何保证，所以这个战场一直僵持到现在，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那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又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雪上加霜呢？因为那个捷克新总理刚刚上任了，巴比斯他是他以前的总理，巴比斯是完全的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跟你讲，他其实他跟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政策观念不太一样，他现在反而倾向于支持俄罗斯，也就是像他倒向了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大家知道奥班一向是这个，虽然说他也在北约组织里面，但他们不同意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巴比斯他回任了捷克总理之后，他也跟那个匈牙利结盟。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这3个国家，你想一想，这是在北约东翼的主要的3个国家，这3个国家最靠近俄罗斯，而这3个国家是以前都是支持乌克兰，可是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支持的状态之下，我今天说句实在话，对于泽伦斯基来讲，坦白讲，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因为他就是你的邻居，连你的邻居都不是很支持你的话，这个战争接下来要怎么再打下去？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没有邻居的支持，如果你没有这个北约相对多数的这种就是说 support 的话，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你再战下去的力道跟你的持久度支持力就一直下降下去。然后呢，最近还发生一件事情，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了车诺比核电厂，这个我们特别注意。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在1986年发生车诺比大灾难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炉心熔毁的巨大惨案，然后呢，就只好把整个车诺比核电站用那个就是水泥坟墓一样把它封起来，到现在已经40年了，明年就满40年了。你知道国际上多少专家、多少人道主义者回去探测车诺比是不是能够再住人？
40年过去了，那边的动物活得很好，只是他们都畸形。所以你就晓得说，如果连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站都会受到这个间歇的无人机攻击而造成断电啊，有30万居民受到影响，你就晓得说，其实乌克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维持这场战争下去，所以乌军的这个困境日复一日，越来越深。那我最后要讲的是，像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讲说，我告诉你，已经有曙光出现了，可能这几个月之内，俄乌双方就会达成停火的谈判。我不知道这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他是靠他依据什么啊？因为连川普他都没有这样子讲，他都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没有迹象。对，土耳其你为什么会讲这种话？你可能是要博眼球吧？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们都看不出来。而且这场战争，解铃还是需要系铃人，应该是普丁跟川普2个人再一次的深谈。有时候说你们在什么状况之下，也许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曙光吧。